不好意思啊，东西都搬完了，不然还能给你们沏壶好茶。不客气，我们来找你是有事情和你说。昨天我们2个一晚上没睡。你跟翟丽要结婚了，我们既高兴又担心，所以我们总结了3点意见，要跟你说说。咱们7个人一起进的701，现在就剩下5个人了。虽然你立了特等功，是大英雄，而且还当上了处长，咱们之间的悬殊也越来越大了。但是我们还是把你当战友，当兄弟，所以该说还得说。我也一直把你们当兄弟，有什么话就直说吧。荣金珍，你知道吗？赵学荣喜欢过翟丽。我知道。你喜欢翟丽以前，从安教官牺牲到你们俩生死卧底，你给翟丽带来了多少麻烦？现在翟丽能够不计前嫌，同意嫁给你，做你的妻子，说明了什么？说明翟丽是个善良的女孩，说明她心胸宽阔。所以啊，你得对得起她，对得起我们，对得起安教官。说话注意点。该说的还得说。那我说最后一点，你跟翟丽求婚的时候，是不是说过，要学着做一个好丈夫，让她幸福一辈子？是我说的。说话要算话。我寒冰岩石，3个人6只眼睛都盯着你呢。你要是说话不算话，对她不好，敢欺负她，别说你是处长，你就是当了院长，我们也照打不误。注意点。该说的还得说。谢谢你们，我记住了。
我宣布，婚礼现在开始。第一项，有请新郎新娘入场，奏乐。第二项，证婚人致证婚词。同志们，荣金珍同志和翟丽同志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而走到一起的。从进入701以来，两个人并肩作战，共同成长。两个人之间的感情，同志们那是有目共睹的。从今天开始，他们俩就将建立一个新的革命家庭。作为领导，我很高兴，很开心。按照701的传统，一张结婚证，一个茶话会，简朴而热烈。他们俩就要成为一对新的革命夫妻了。祝你们新婚愉快！最后，我把毛主席的2句诗送给你们：雄关漫道真如铁，而今迈步从斗岳。好。第三项，新人致敬。一拜主席，向毛主席致敬。抓革命，促生产，祖国的事业我们管。鞠躬。幸福的表率我们带，经济搞上去，人口跟上来。
祝他们新婚快乐，祝他们白头偕老，祝他们早生贵子。这算什么呀？真像高院长说的那样，一张结婚证，一个茶话会，这婚就算结了。要是赵启荣在就好了，他和荣金琛的关系最好，一定会带着咱们去闹洞房的。孟小云，你说是不是？孟小云，我跟你说话呢。你说什么呢？什么洞房？你笑什么呀？啊？我笑啊，就你这破耳朵，在婚礼上竟然没把鼓点打错。废话，我耳朵聋了，可我心里数着呢。这要是在婚礼上把鼓点打错了，那得多丢人呢！别喝了，喝多了对耳朵不好。还有什么好不好的？现在我的耳朵跟聋了差不多。今儿我高兴，让我喝。你就是聋了，也比瞎了强。颜值，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我就是个。为了不把潘森交代出来，我居然去举报你，对不起。等等，这第3杯酒，咱们俩一起喝。一个聋子，一个瞎子，俩残疾人，谁也别嫌弃谁。我先干为敬。等等，这杯酒咱们仨一起喝，也为 Q 小组干一杯。
你也累了一天了，要不我给你带点水，你洗洗，早点睡吧。我先把训练计划写完，马上就好。谁呀？是我。荣处长，小胡啊，什么事儿？我有急事儿，要去开个会。你自己早点休息吧，今晚就别等我了。天凉了，加件衣服吧。没事。今晚截获的这条密报，已经是本周第3条了，使用的都是同一套密码。目前，我们的破译工作还没有进展。现在，我将它命名为“黑密”。最近的局势大家都知道，南方战事吃紧，在这个关键时刻，国内外都非常关注国防213工程。我想，敌特分子也会竭尽全力对213工程实施破坏。根据我们掌握的线索和情报，种种迹象表明，黑密很可能跟觉醒者组织有着密切的关系。他们的目标就是针对213工程来的，所以部里指示我们必须尽快破译黑密。可是紫密刚刚才被破译不久，按照常理来说，觉醒者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设计出一套新的密码体系，这太不可思议了。但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。他既然有能力设计出像紫密这样的高级密码，他就有可能设计出另一套体系。荣处长，你有什么意见？我宣布，从今晚开始，破译处24小时全员加班，对黑密展开破译。荣处长例外。请进。荣处长，高院长说今天是你的新婚之夜，让我护送你回去。啊，心意我领了，替我谢谢高院长。
对不起，你必须马上回去，这是命令。怎么回来啦？你怎么还没睡呢？你不是说今晚上不回来的吗？高院长说，今晚是咱们的新婚之夜，派人把我押回来了。哦，是高院长逼你回来的，你自己并不想回来吧？我想，可是又出了一套新密码，我必须尽快破译。你能理解吗？我理解，别太累了。谢谢，早点休息吧。沈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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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了，几点了？快8点了。闹钟呢？我的闹钟怎么没响？哦，闹钟在这儿呢。我想让你多睡会儿，就把闹钟给关了。你怎么这样啊？我早上还有课呢。我给你做了早饭，要不把早饭吃了再走吧？来不及了。
半个月前，我就把你的病历送到了部里。部里安排了全国最好的几位儿科专家给你做了会诊，最后敲定，让西奥雷尔给你做这个手术。院长，别开玩笑了，我怎么可能去柏林做手术啊？对，你是不可能去柏林了，但是我们可以把西奥雷尔请到国内来。为了你的事儿，部里通过外交渠道与民主德国进行了联络，西奥雷尔最近就到宁州，你要做好准备。哎，他在中国就待3天，是特意为你来的。傻小子，你的耳朵面子可真大。这位是西奥雷尔大夫。你好，小孟同志，你好，别紧张，我会治好你的耳朵。祖国需要我的耳朵，它比我的生命还重要。我知道，请。你们这批新学员都是来自全国各所高校，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因为数学成绩优异而被招进来的。那么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们中到底有多少人是要立志进入北院破译处的？请举手。很好。下课以前，凡是能做出这道题的同学，请留下来。如果做不出来的话，你的集训也就提前结束了。钟教官说的是真的。他吓唬咱们呢，你们不知道啊？他有个外号叫荣大头。这谁不知道啊？荣大头的意思就是草包、笨蛋。哎，我再跟你们说一个秘密：荣教官在他们上一届训练营里是倒数第1，还是唯一一个被分到南院的。据说啊，好几门考试都不及格，而且只要一到搏击课、射击课，他就吓得尿裤子。真的吗？荣教官不能吧？怎么不能啊？听说他是背着一马的尿布进去尿的。荣教官，你出来一下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怎么了？你怎么来了？学员们都气到你头上来了，你连管都不管。这是上课吗？这是开茶馆。昨天当着我的面，你是怎么说的？你说要当一个严格的好教官，你就是这么当的。哎，往一边，往一边。
教官夫人可够厉害的呀。荣教官夫人以前是行动处的，荣教官打不过你。后来呀，荣教官当了处长，他就要死要活上岗的，非得嫁给荣教官。不过荣教官也不敢不娶啊。哎，不对呀，我听说是荣教官跟他求的婚啊。这是女人好面子，荣教官也是被逼的，你看不出来呀？哦，你是主教官，你不能放鸭子。荣教官，请你不要拿上课开玩笑。这些新学员是701的未来，是当时的你和我，是赵启荣，是韩冰，是孟小云。试想一下，如果当时安能是这么对你的，会有今天的你吗？你破得了子密吗？你没有看见吗？黑板上我不是写着一道题吗？而且我把丑话都说在前头了。他们中要是哪一位学员算不出来的话，他的集训也就提前结束了。但他们如果能算出来的话，那有一点交头接耳的小毛病，也是可以容忍的。我以前的坏毛病，可比他们多多了。翟丽同志，作为你的上级和丈夫，能不能对你提点小意见？你说，以后在这帮新学员面前，能不能给我留点面子？说说，你现在不是主教官吗？你对新招进来的学员怎么看？有没有能堪当大人的？以目前的情况来看，这批新的学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是啊，所谓千里马常有，而伯乐不常有。我还记得当初，正当就是迈着他那条瘸腿冲进了我的办公室，兴奋地跟我说，他捡到了你这块宝。记住，溥仪是要被发现的，被雕琢的。那天，他就是站在你这个位置上，给我说的这番话。幸亏啊，幸亏他赌对了你。院长，我有个要求。说。既然现在我是主教官了，那在不违背原则和纪律的情况下，我希望以我的方式进行。你们交上来的答卷，我看过了。下面，我报到名字的同学，请立刻离开教室。汪志学、赵坤、欧阳亮。怎么，我念错名字了？很好，那就请这3位同学立刻离开教室。离开701的车会在大门口接你们。你们还有20分钟的时间回宿舍收拾行李。
欧阳亮，荣教官，你不是在开玩笑吧？我的样子像开玩笑吗？可是，不是事先说好了训练3个月的吗？现在怎么只剩20分钟了？是。按照701的惯例，你们确实是要在这里接受3个月的培训，然后按照最终考核的成绩，决定你们是否有资格进入本院。可是抱歉，我是本次集训的主教官，我荣金珍的规矩不是这样。如果你们不是抱着必须进入北院的决心来到这儿，而是想在这儿混3个月，体验一把的话，那么还不如现在就离开，也省得浪费各位的时间和701宝贵的资源。而且，我提醒过你，绝对不能抄袭。荣教官，我知道错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知错就改，还是好同志。下次别再犯了。谢谢教官。你们还剩下15分钟的时间收拾行李。不是还有下次吗？欧阳亮同志，不是每一个错误都有下一次机会去弥补的。也希望你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，能够抓住每一个下一次机会。同学们，作为本次集训的主教官，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们，你们在此接受的每一项特训，都有可能在你们将来的工作岗位上决定你以及你身边战友的生死。所以，我也奉劝各位，珍惜每一堂课，拼死完成每一项训练，明白吗？明白。